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又来》第1季第7集。这一集，班德成了厨子，而弗赖竟然当上了皇帝。新的一天开始，抠门的班德好不容易花了个大价钱洗了个豪华澡，可是刚出来，老天就给他浇了一盆水。郁闷的他干脆回公司看电视，还好电视没让他失望，是他喜欢的烹饪节目。这时，弗赖和莉拉走了进来，班德立马关掉电视，结果还是被莉拉发现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爱好，真是可爱啊！班德有点难为情，因为他认为喜欢烹饪是一件很没有大丈夫气概的事情，所以他隐瞒了很久。不过既然被发现了，那索性就正大光明的看吧。晚上，班德被赫米斯叫到办公室里训话。伙计，我们正付钱让你整天在沙发上虚度光阴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会，我还想要个枕头。对于这种不要脸的员工，赫米斯只好说，如果你还想拿到薪水的话，就得去干活，而不是整天看烹饪节目。班德若有所思，很快明确自己的工作，那就是成为公司的厨师。莉拉却不赞同，你只是一个机器人，连味觉都没有，怎么会做出好吃的美食？班德回答，那你以为穿一件绿色背心就会变得好看吗？为了当一个好厨子，三人来到小海王星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异国情调、美酒和美食，还能看见让人上瘾的快乐水和卖吸罐的大叔。弗赖对大叔的独眼很感兴趣，他正打算来一个，幸好莉拉及时把他拖走。终于来到目的地，这家店简直就是个宝藏，老板除了人肉什么肉都卖，还有沼泽根，只要一点就能让异性无可救药的迷上你。莉拉果断买了2磅，班德则要新鲜的鼻涕虫。老板问他要黄色的还是要紫色的，紫色会让人整夜腹泻不止。班德不再想听下去，反正又不是他吃，随便哪种都行。于是老板拿了黄色，而弗赖还在想刚才的独眼。他找到大叔要了全部的鱼鳃，大叔却表示得先把肺取出来，4要下周才到。弗赖听话的躺在手术台上，大叔正准备动手。Thank you。回到公司，他训斥弗赖，不是叫你离那些人远点。弗赖并不这么觉得，他甚至认为，如果自己有了鱼鳃，可能会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这时，教授又带来好消息，他们要送快递到 T 星球黑暗禁区最深处的神秘世界。莉拉说，既然是禁区，那是不是不能进去？不能进去就不能送快递。教授说，想得美，禁区只是个名字。说完就把包裹交到他手中，大家只好出发去送快递。在飞船上，班德为小伙伴们做了第一顿晚餐，美味的黄色鼻涕虫。在享用之前，莉拉提醒大家，这是班德做的第一顿饭，我们得给他一个面子，支持下他。Oh dear God！ 鼻涕虫太咸了，他们不得不喝水缓冲，但水也是盐水。弗赖的视线已经模糊，他曾经吃过一大碗盐都没有这么咸。班德却说，食物没问题，是你们太挑了。但就算是从来不挑食的约翰，也不想再来第2份。终于来到 T 星球，这次送快递的任务交给弗赖。莉拉再三叮嘱他却表示，管那么多，我还用你教吗？在你没出生前，我就在送快递了。说完，拿着包裹下了飞船。弗赖边走边回味那该死的鼻涕虫，他感到越来越渴。没一会儿，太阳落山，更大的太阳升起来，他继续疲惫前行，可算来到皇宫。谁知道里面竟然没有人。弗赖本打算放下包裹就走人，但奈何龙椅上放了一瓶快乐水，他正好渴得不行，抓起快乐水就喝了个精光。突然2个水人出现，原来那瓶快乐水是他们的皇帝。弗赖犯下大错，以为自己马上就要领盒饭，结果水人却叫他新皇帝。弗赖大喜，觉得白捡来个皇帝当当也不错。小伙伴闻声赶来，但莉拉仍在训斥他。牧师打断2人，告诉弗赖当上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一位有能力的首相。说完还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心仪人选。这么好的差事儿，班德立马毛遂自荐。因此毫无疑问，弗赖选择了班德。莉拉想阻止2人，但没有什么用。水人为弗赖送上包裹，他打开，结果里面只有1句话。但一切都晚了，牧师又把弗赖带到后宫，现在他要挑选一位水姑娘做皇后。弗赖随手一指，牧师坏笑，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类型。吓得弗赖又随手一指，牧师没了耐心，快点选一个吧，反正都是一样的。大厅，弗赖和小伙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贵族待遇，莉拉却焦躁不安。艾米觉得他没必要这样，这些人看起来都挺温和的。正说着，牧师又叫弗赖准备明天的加冕仪式，他会在3个太阳同时落下时加冕成为皇帝，到时候所有水人都会变成夜间形态。但弗赖只关心有很长的演讲吗？当然有，而且要背诵一大段皇家誓言。加冕仪式如期而至，每个人都换上了晚礼服，水人们还精心准备了节目。弗赖看得正高兴，莉拉却把他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还说他有危险，因为之前的皇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他们平均在位时间是1个星期。重要的是，每一任皇帝都通过暗杀前任皇帝来夺取皇位。按照惯例，如果弗赖背不出皇家誓言，他就会被杀。莉拉劝他赶紧为将来做打算。弗赖表示，如果我能为将来做打
算，那我就不会是皇帝了，也不会来到30世纪。就像蚂蚱和章鱼，蚂蚱拼命做打算，结果还是逃不了领盒饭的命运。章鱼不做打算，反而过得逍遥快活。莉拉无语，决定放弃救他，可弗莱压根就没想让他救。莉拉生气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他背后出现一根吸管，但弗莱不是水人，再吸也没有用。加冕仪式正式开始，弗莱照着小抄读完了皇室誓言，然后成功当上皇帝。班德终于可以喝固体燃料了，3个太阳相继落山，所有水人发光，变成焰尖形态，却没想到弗莱的肚子也发光了。前任皇帝还活着，他还命令水人把弗莱的肚子切开，他要出来。几个人慌忙逃跑，躲进皇宫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皇帝从弗莱肚子里弄出来，不然弗莱真的要领盒饭了。约翰说可以用离心机把他们分离开，但那样弗莱的骨头会碎。其实也可以用吐出来或者拉出来的方式，可皇帝不喜欢这样，他喜欢压碎骨头的方式。最后他们选择了用哭出来的方式。门外的水人已经在破门，弗莱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班德想到一个好方法，那就是嘲笑弗莱，但还是没有用，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约翰表示算了吧，还是让莉拉来帮忙。弗莱说没用的，他肯定还在生气，因为我让他永远也不要管我。莉拉的确还在生气，但班德仍然给他打了视频电话。眼看水人就要冲进来，弗莱感到非常悲哀，但他还是哭不出来。这时莉拉出现，对付水人他游刃有余，但他们实在是太多了。听见莉拉有生命危险，弗莱难过起来。见这招有用，班德继续夸大事实，最后索性说莉拉领盒饭了。弗莱终于流下眼泪，他扔掉皇冠，恨不得自己能替他领盒饭。忽然莉拉出现，计划被打破，弗莱还是没有把皇帝哭出来。看见水人冲了进来，弗莱终于接受莉拉的好意，他明白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。莉拉感动，也找到让弗莱流泪的办法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弗莱终于把皇帝哭了出来。弗莱总是嫌莉拉话多，但莉拉也只有对他话才多。真正关心你的人才愿意为你成为话痨，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你受到伤害，所以宁可自己啰嗦一点。就像你的老爸老妈，其实他们哪是话多，那都是关心，是数不清的爱。作为传统的中国人，大多数的父母都不擅长表达自己对子女的爱，但他们更善于把这份爱融进数不尽的唠叨中。其实天冷了记得穿衣服，并不比我爱你3个字爱的少。当真正离开家来到外面，才会发现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一样对自己话多。虽然已经不是小孩子，但是在父母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所以不要嫌弃他们唠叨，因为总有一天你再也听不到这种唠叨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曹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